嗨，朋友们，欢迎来到呆萌财。今天我们要聊一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他12岁就开始炒股，用零花钱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他经历过几乎破产的惨败，却从中悟出了改变一生的原则。他就是2012年《时代》杂志评选的100大影响力人物亿万富翁雷达里奥，也就是 Raymond Thomas Dalio。 想象一下，12岁的您在做什么？达里奥那时候已经是个在高尔夫球场给华尔街大佬们当球童的小机灵鬼了。听着大佬们谈论股市，他用辛苦赚来的$300买了人生第一只股票，也就是 Northeast Airlines。 结果呢，翻了3倍，这就是他投资生涯的起点。当然，天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长岛大学到哈佛商学院，再到华尔街，摸爬滚打，达里奥积累着经验。1975年，在他小小的2居室公寓里，桥水基金，也就是 Bridgewater Associates 诞生了。但真正的考验，或者说第一个大坑，在1982年等着他。达里奥当时极其自信地预测，一场由墨西哥债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股市即将崩盘。他押上了重注。可是结果呢？墨西哥确实违约了，但美联储出手相救，股市不仅没有崩，反而开启了大牛市。达里奥当时错得一塌糊涂，桥水几乎破产，员工遣散，甚至向老爸借了$4000，很惨。但您猜怎么着？正是这次灭顶之灾，让达里奥悟出了他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痛苦加上反思就等于进步。他意识到最大的敌人是自以为是。从此他开始系统化思考，记录决策，开发模型，试图用规则和系统战胜人性的弱点和市场的无常。可以说，没有这次失败，就没有后来的桥水帝国和原则这本书。浴火重生的达里奥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家族信托设计了一个策略，目标不是追求短期暴利，而是永恒的稳健。无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通胀是高还是低，这个组合都能活下去，为家人提供保障。他也不再预测未来，而是像组装机器一样，将能在不同天气下生存的资产，比如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巧妙组合，让他们互相平衡风险。这个为了家族长治久安而诞生的想法，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全天候策略，也就是 All Weather Strategy。 那么全天候的核心思想就是极致的多元化，达里奥称之为投资的圣杯以及风险评价，让不同资产对组合的风险贡献度保持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按钱多少来分配。当然，达里奥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他把经济看作一部可以理解的经济机器，强调理解债务周期和历史周期的重要性。他把股资回报拆解为市场本身带来的贝塔和管理人创造的 alpha， 并通过系统化的原则和算法来做决策，这些都写进了他的畅销书《原则》里。《原则》这本书有3部曲：第一，原则，生活和工作，也就是 Principles, Life and Work。第2本，原则，应对重大债务危机，也就是 Principles for Navigating Big Debt Crises。第3，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那么达里奥的核心投资理念与原则主要有以下6点。第一，理解经济机器的运行，也就是 Understand 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第二，全天候策略，也就是 All-Weather Strategy。第三，多元化是投资的圣杯，也就是 Diversification is the Holy Grail。第四，区分 Alpha 和 Beta， 也就是 Separate Alpha and Beta。第五，原则驱动的系统化投资，也就是 Principles Driven Systematic Investing。第六，理解历史和周期，也就是 Understand History and Cycles。这6点在原则3部曲里都能找到。对了，再说一个他早年的小故事。桥水早期的时候，也就是大约1980年代初，主要业务是为企业客户提供风险咨询。当时麦当劳准备推出后来风靡全球的麦乐鸡，但是面临一个难题，鸡肉价格波动可能导致成本不可控。鸡肉生产商也不愿意锁定长期固定价格，因为上涨会让他们亏损。这个时候呢，达里奥介入，他建议生产商通过对冲饲料期货来锁定成本，也就是主要对冲玉米和豆粕这样的饲料期货。是不是很酷？他总是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达里奥并没有现成的鸡肉期货可以用来对冲，他深入分析了鸡肉价格的构成，发现其主要成本驱动因素是玉米和豆粕价格。于是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方案，让鸡肉生产商通过买入玉米和豆粕期货来对冲他们的饲料成本风险。这样一来，生产商就能安心地给麦当劳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鸡肉价格。这个早期案例体现了达里奥深入分析事物本质，理解背后驱动因素，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他后来宏观分析方法的雏形。所以，从12岁的股市初体验到几乎破产的痛苦反思，再到创造出全天候这样的长青策略，达里奥的故事告诉我们，投资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原则和对风险的敬畏。那么全天候策略的诞生呢，是为家族信托设计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已经积累的财富，但您的目光已超越了自己的一生。您如何确保您的家人能够获得真正的长久的安全，即使在您离世很久以后，不仅仅是几年，而是能够安然度过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经济风暴，无论是繁荣、衰退、通胀还是通缩。这对瑞达里奥来说并非假设，这正是激发他创造全天候策略的那个问题。这个策略最初并非为桥水基金今天所服务的那些大型机构客户而设计，不，它的根源要个人化得多。它始于为他自己的家族信托基金制定的一份蓝图，其目标并非追逐最高的利润峰值，而是建造一艘诺亚方舟，一艘足够坚固，能够经受任何气候考验的金融之舟。它所依赖的不是市场预测，而是内在的平衡。那么如何做到呢？通过研究历史，达里欧识别出在不同的经济季节中，哪些资产会蓬勃发展，哪些会萎靡不振，然后运用一种叫做风险评价，也就是 risk parity 的概念。它力求平衡的不是资金本身，而是风险，将风险均匀地分配给那些能在不同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资产。这就像组建一支冠军队伍，
不仅仅需要明星球员，更需要能应对各种状况的专家。那么这支队伍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经典的全天候配置平衡了股票的增长潜力，约有占 30%， 债券的稳定性和抗通缩能力这个占比较大，约为 55%， 分散于长期和中期债券，以及黄金、大宗商品等硬资产的抗通胀韧性，合计约为 15%。 组合建议用像 VTI， 也就是股票， TLT 和 REI 债券， BBC 和 GLD 也就是大宗商品和黄金这样的 ETF 来构建这个组合。这是一个为寻求中间地带而设计的投资组合，风险适中，旨在实现稳定增长，并能承受不可避免的市场颠簸。那么全天候策略的回测，我们来看一下。理论是优雅的，但结果是具有揭示性的。这个策略在时间的无情考验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翻开历史记录，来看看组合的回测数据。想象一下，最初只投资1美元，在长达惊人的154年里，可以回溯至1871年。在全天候原则的指引下，这1美元会增长到超过12000美元，复合年化回报率约为 6.6%。 当然，它也曾遭遇风暴，比如大萧条时期，那是它经历了最大回撤，花费了近6年时间才完全恢复。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近到一个人的可投资生命周期，比如过去的46年，自1979年算起，投资旅程变得稍微平稳了一些，年化回报率提升至接近 8.8%。 而在一个典型的30年职业生涯跨度内，从1995年开始计算呢，表现依然亮眼，年化回报率约为 7.6%。 但是呢，全天候并不意味着永无风雨。该策略相对平稳地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金融危机。然而在2022年那场独特的风暴，高通胀、激进加息、地缘政治冲突给它带来了几十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使其从高点回撤超过 23%。 截止今天，该策略仍处在这次回撤中恢复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入 CTA 后的回测，也就是说，我们能否进一步优化这一个本已相当稳健的策略呢？我们在前面巴菲特组合、60:40股债组合、哈利布朗永久组合中都探讨了加入 20% 的 CTA， 也就是商品交易顾问的策略配置，通常是趋势跟踪基金。当我们将这种策略混合进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30年的回测结果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年化回报略有提高，接近 8%， 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最大回撤几乎被削减了一半，降至约 12% 左右。这可能意味着投资者的投资旅程会平稳得多，可以显著提升投资的体验。所以达里奥在1996年设计的全天候策略和哈利布朗的永久组合很像，目的呢是在各种经济环境下，比如经济增长或者衰退、通胀上升或者下降，都能表现相对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这就是全天候的优势，也是懒人投资法，可以放弃波动、躺平睡觉的组合。桥水基金随时公开了这个策略，但一直未推出 ETF。2025年，桥水基金借道道富在2025年3月6号发行了全天候策略的美股 ETF。
也就是 SPDR Bridgewater All-Weather ETF。ETF 代码是 ALLW， 但这个 ETF 底层资产是 1.8 倍杠杆，预计收益率和波动都会放大，手动配置还是优选。自己动手配，财富自由 so easy。 喜欢的话就请点赞、分享、订阅，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